真的看懂猫和老鼠了吗？一部74年前的老动画居然藏着这么多的细节。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猫鼠的第一部中世纪篇《两个火枪鼠》。本集为猫和老鼠系列的第65集，于1952年3月15日上映，并斩获第24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作为猫和老鼠第一部以中世纪为背景的集数，两个火枪鼠让汤姆和杰瑞的故事不再停留于现代，而是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法国皇家晚宴，讲述了剑客杰瑞与徒弟太妃为夺取宴会上的食物与侍卫汤姆展开对抗的故事。而这一集之所以能够成为猫和老鼠中的经典篇章，除了一如既往的幽默喜剧，那便是高度还原和精妙的细节设计。首先，这集的开头引用了1938年米高梅音乐剧电影《西部女郎》的经典插曲《幸运战士》的副歌部分，其歌颂游侠的主旨歌词和激昂旋律为杰瑞太妃的登场做足了铺垫。两只老鼠被安排为行侠仗义的剑客，这与西部游侠的冒险精神可谓高度相似，因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引入就已经让观众迅速沉浸到中世纪的侠盗氛围中。而两只老鼠的造型更是直接致敬了法国国王路易13时期的火枪手形象。杰瑞身穿宝蓝色短披风，胸前绣有白色鸢尾花图案，这是法国王室的专属纹章，象征王权与正统。而搭配紫色贝雷帽和白色羽饰是中世纪剑客的标志性配饰，其手持的细刃长剑是17世纪欧洲贵族与剑客的主流武器。而单手持剑、身体侧倾的姿态，完全复刻了古典击剑中的进攻式站姿。作为徒弟的太妃，全程都在用法语和杰瑞交流，与时代背景完美呼应。在制作火腿三明治时哼唱的童谣《云雀》，同样是经典的法国黑暗民谣，其歌词大意为把一只云雀拔光羽毛折磨致死的故事。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歌表达的是平民对于皇室贵族的反抗，而这也是本集的核心线索。作为反派的汤姆被塑造为同样经典的皇家守卫，被上司下达了守护晚宴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名仅出场几秒的人类角色同样在着装设计上下足了功夫，身穿浅蓝色短上衣搭配鲜红色宽腰带，这是17世纪法国王室卫队与火枪手军官的典型配色。上衣的白色蕾丝袖口是当时贵族与军官的标志性装饰，既体现了中世纪欧洲的审美趣味，也暗示了角色的高贵地位。下装黑色马裤，外侧缝有红色缎带蝴蝶结，这种设计源自当时法国骑兵的军装，既方便骑马时活动，又通过鲜艳色彩强化了视觉冲击力。腰间斜挂的绿色肩带是挂佩剑的皮带，虽未露出剑刃，但结合他对汤姆下达失职及斩首命令的剧情，暗示了他拥有生杀大权的威慑力。整体来说，本集的情节设计节奏张弛有度，从杰瑞和太妃潜入城堡的悄无声息，到与汤姆周旋时的紧张刺激，再到战斗后的短暂休整，层层递进，其中多次出现转折，如太妃被汤姆抓住，杰瑞及时救援，杰瑞陷入险境，太妃又用意外方式解围，让剧情充满悬念。但本集的结局却具有极大的颠覆性与讽刺意味，杰瑞和太妃带着食物胜利离开，而远处断头台的铡刀落下，暗示汤姆因失职被处决。这种黑暗结局在猫和老鼠系列中都较为罕见，但还是不妨碍其成为一部让观众久久回味的经典之作。